Hello，大家好，我是吴伟。来，今天感谢永俊爸爸再度寄给我新品的样品，这个 MGC 三代，什么 MGC 三阶二代EVO， 这个说实在的，型号也是多到我记不太住了。我觉得这个 MGC 这个系列是很有特色，而且做的也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方块啦，而且一整个系列都有维持的还不错的品质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颗在市场上的讨论度就是没有很好，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讲真的，前阵子它有几个三阶，可能表现的有点差强人意吧，是蛮可惜的，因为其实他们的。如果以结构的角度来看的话，都是非常值得收藏的。好，来，哇，盒子很大，然后我感觉很轻，可是重量可能都分布在方块上面的。来看一下配件，这样还是蛮高级的啦。Revolutionize Speed Cubing， 革命性的速捷。好，假设。这个永俊爸爸们有在看的话，我自己个人是建议说，你可以把你们盒子上面的设计再做得更高端一点。我相信你们应该有这样子的能力啦，因为你的盖子其实是好看的。然后你们前阵子就是转这个系列，转这个 YJ 新的 YJ 的那个 logo， 那段时间也做了蛮多很有设计感的商品或是包装哦。但是我说真的，这个看起来就有点简单，我觉得是可以再改进一下，因为写的太简单了。你让它写的看起来有没有像这个，给你们参考一下而已啦。那我自己是这样子觉得，就假设如果我要做的话，我应该会朝这样子的感觉去做，把盒子做的看起来很高端高档哦。那这样子，人家在开箱之前都会有一个。印象加分，这样好像里面会很令人期待这样子。好，看一下配件哦，一样是他们这个湛蓝色的袋子，这个好看好看。好，这个小只的一致螺丝起子，一致的可能就不是用来调什么轴距，应该是可能调弹力之类的，或是磁力什么的。哦，来三阶调试系统哦，看到了哈。边块上面可以转盘然后调整它的磁力，好，来三阶解法的部分看看，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你们之前的解法，但是转法表示方式还蛮有趣的。我之前有注意过，可是我忘记是不是你们家的，这样子的表现方式还蛮别出心裁的啦，有没有？有兴趣研究一下他们家的解法？这个有别于一般我们现在常看到的那种。基本解法了，有没有？这样子就是等于这样子，有没有？这个还蛮有趣的，而且很好理解，很好。我们欣赏各种勇于改变的创新他们的小卡进化泥的加速度，而且它不是正方形的，它是内凹的，Scube 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重量重量是68.8克，好，尺寸。OK， 尺寸55.4，比55.5再小1咪咪55.4，然后68克，不到70克，相当的轻相当的小。然后这个盖子长这样子。来，我等一下弄个特写它的盖子是我看过这个相当独特创新的设计了视觉上，它把它的边缘的那个削角做的又更圆了所以它有点如果从正面看起来好像还好，你如果从我这个角度看的话，你会感觉它的盖子比它表现出来的还要小很多视觉效果会变得很小，这样感觉好像是一个超大的洞在中间，有没有？好，我这样子拿，对啊，虽然是没有内凹，可是我这样子拿，我都会觉得好像中心区块是有点凹陷下去的感觉，就像这张小纸卡一样，有没有？中心有点凹陷下去的那种感觉，这是故意的吗？这个感觉真的很奇怪，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了，
它那个圆角是为了要避开那个角块的内线倒角那个地方啊。内线哦，好特别哦。通常那边不太会碰到，但是因为它让它很尖角，它让角块很尖角哦，但是很尖角又要避开中心盖的这个圆，所以它那边削了一个超级大的圆哦，这样看像一个枕头山的感觉。哦，所以就这样子就会有这样子的外形上面的独特哦，好，非常好认。如果不看 logo， 光看盖子都觉得很好认，有趣耶。好，那至于为什么角要做这么尖，这个角块做这么尖，就是为了要防转角。如果你在转角说在这里嘛，对不对？你这样子转，假设角块的这个地方削远的话，就很容易转过去。那它这边弄那么尖，就是为了要增加单独转角的阻力啦。所以它兼顾两个，一个是要大的逆容错，它必须要从这边可以过得去逆容错，所以当它这边很圆，然后它又增加它转角的难度，门槛值，所以让它的角变得很尖，这样子。好。所以它基本的设计概念都是有顾到的哈，只是呈现出来的外形，我们一开始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这个吸眼球。好，这是一颗很安静的方块。好，然后出厂感觉手感是蛮黏腻的啦，蛮黏腻的，完全不干也不沙哈。如果有些方块刚出厂是干干又沙沙的，这一颗就是完全相反，就是黏黏的，然后滑滑的，然后那个粘质感蛮强烈的，可是又算是滑啦。我要怎么讲那种感觉？好，然后呢，我还没有调整它的磁力哈。出厂的磁力我目前感觉是中等，然后有点偏弱啦。啊，这个应该都是可以再调强或者是调弱的。好，然后它的这个转动的过程中，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在定位点掉下来，然后离开定位点的时候，它感觉好像整层有点浮起来，漂浮的那种感觉，有点漂浮感，所以我说有点滑。可是因为它的转动的里边，可能它原厂上的有是偏黏的那一种，然后很安静，听听看，超安静的呢。这个再加一点类似缓冲油或是轴心油的话，我现在听得到的声音就只剩下一个，就是磁铁。它磁铁槽，它里面磁铁槽应该不是粘死的，所以就是磁铁在吸住跟离开的时候会有那个碰撞的很小的碰撞那个声音。所以如果没有磁铁槽的话，这颗方块应该是可能有前3名安静哦。超安静的，又是一颗上课偷转神器嘛。好，以这样子的粘质的手感来讲，我觉得磁力我会倾向希望它再强一点，因为它转起来是偏黏的，所以如果磁力太弱的话，其实感觉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好，正容错、逆容错，都蛮不错的。它虽然不是到顶大，但是其实都够用的啦，都够用的。好，得力于这个地方吧，就是这个盖子这边的圆，所以这个地方的阻力变得很小，这个厉害哈。好，如果是干圆方块的话，在这个地方的逆容错会有一个很清脆的碰撞，几乎每一颗都是这样。那这颗不会，它即使是逆容错，都是那种很黏腻的过弯这样子，黏腻的过弯什么意思？好，转起来我觉得还不错，虽然说没有感觉很像在转旗舰方块的感觉，因为它摸起来的那个手感真的是蛮特别的。就是我一直手是抓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是圆的。好，表面处理的还蛮好的哈，是雾面的这种消光雾面，然后也不会滑啦。好，来看一下哈。好，出厂值它是定在3哈，是在上面，所以应该就是往1就是弱吧，我猜啦。好，你自己看说明书啦哈。来看一下结构怎么样。算好猜的哈，不会太难猜。有啦，出厂是真的有，但不会太有啦，不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有。所以我觉得 MGC 真的是很勇于在开创一些新的东西。虽然不是说完全新的，它也是就我们目前常见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啦，但是还是有做出它的风格，就是它的轴心是这个样子的呢，是透明的那种轴，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那一种。好，看起来是有机会可以改装轴齿的哦。
看起来应该可以哦。好，不过我现在还欠好几个轴齿在排队哈，我会尽快啦，好不好？最近真的是，扛回就贼。好，如果这样看的话，还不错，看起来这个很漂亮哦。然后透明，全透明的轴心，而且不是那种非常细的，是比较粗的。可能就是为了不要让人觉得它太细，很容易断掉了。有没有看到？它连挑齿的都看起来都很炫炮呢。这个应该就是用手就可以转动了，对啊。哦耶！好，这边就是转动顺时针转动嘛，它就抬高了，所以就是增加弹簧的压缩空间了哈，所以就变硬了，变硬了。OK， 那逆时针呢？可以转吗？逆时针可以，它也可以逆时针转，所以不是限一个方向的。好，这个我把玩了一下子之后就发现问题了哈。来，第一个是它不能调轴距。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说它说明书是写说这个省去玩家调轴距的烦恼，可是说真的，玩家需要调轴距，这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它即使不能调弹力，它都要能够调轴距。至少在我来讲，我会觉得轴距这个重要性大于弹力。但是这个轴距是关系到我们整体在转的时候，每个人的手法习惯，这个很重要。就是他可能习惯在这个地方就过去，有个人可能习惯更大的范围就过去。那如果你不能调轴距的话，那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容错的范围。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可惜啦。虽然整颗方块设计的是很棒。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转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刚刚讲嘛，它出厂是用粘的油嘛，所以我会很反射性的直接去加一点比较滑的油。好，加上滑的油之后，问题就出现了，就是我刚刚讲说磁力偏弱，对不对？可是那是因为它很黏，我把它整个磨合开来，转了一下子之后，然后再润滑一下子之后，就发现其实它的磁力是强的，它磁力其实蛮强的。那个强会强到我在不管在正容错、逆容错，我在过弯的时候，在这个吸到的点上，它会阻力会变大，这个也是一个很头痛的点啊。如果不看这个的话，其实它的转动的动摩擦力很小，所以我才会说它转起来很像是在很像是在磁悬浮的感觉，因为它的摩擦力很小，然后又因为有黏的那种去牵制它，所以就会有点在漂浮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只有在吸住的点上它会掉下来，然后只要离开的那个磁吸点之后，它好像就是在漂浮的那样子的手感。所以这是一颗没有改轴齿，可是它非常具有轴齿那种弹力的手感的方块，蛮有意思的。它没有改轴齿，可是它转起来让我觉得它其实好像是有轴齿，它甚至还会回弹，蛮有趣的。在它磨合开来之后，它没那么黏了之后，这样子就变成转起来很滑，可是在磁吸点上它吸得特别的紧齁。然后我去看了一下，才发现，因为它出厂的磁力设定值是只在6，是最强的。这个也有点颠覆我自己的认知啊！我会觉得出厂应该是设定在中间才对啊，没有，它只在外面那个点，就是磁力是最强的，所以我必须要转到1啊、2啊、3那边，把它的磁力调弱。目前这颗方块我已经把它调到磁力都指向2跟3那边哦。那这样子的磁力搭配这样子的滑顺，或是阻力或是动静摩擦力，会是我觉得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心理准备的话，可能这边你要先了解一下，它其实那个很突兀的那个感觉，其实是因为它出厂的磁力设的比较强。那如果说你想要搭配这样子的手感的话，我会建议你把磁力把它调弱一点那这样转起来至少是比较平均嘛。好，那如果说不看这些缺点的话，其实这是一颗我觉得单手双手都很好用的方块，因为它很轻滑吧，非常轻滑，而且它又很安静都是属于我蛮喜欢的那种特色这样子。只是说你真的就手劲比较强的玩家，这一颗可能就不适合你啦，因为它就是很柔、很软、很嫩、很腻的一颗方块这样子。我是不知道他怎么把里面的摩擦的那个阻力做得这么小的，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很有当初我转到那腾云1代的那样子的经验。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颗很有特色的方块，那可能它的实验性质也比较强啊。那如果说你不是很在意轴距那个因素的话，这一颗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试试看那你可以看一下它拉开大概就是这样子。他们应该也都是有设计过啦，就是也不要它太大，也不要它太小这样子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永俊 MGC EVO 2代的好长的简单的介绍开箱啦。那如果说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我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话，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啊。那我们可能有机会再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方块的特色啦。我自己是觉得单手转起来是没有什么阻力的，还蛮舒服的。那如果说你是专练单手的玩家的话，你可以考虑试试看这样子的手感适不适合你自己的喜好啦。OK， 我是吴伟，那我们就下次见啦。还是要再感谢一下永俊啦哈。OK。